陛下、我々皇軍は武漢を占領し、蒋介石政権は重慶に退きました。中国の歴史から見て、この政権はすでに小さな地方の政権に追いやられました。我々は南京のみに中央政府を置いてあり、中国を制圧したと見ていいでしょう。陛下、調査占領の意思は揺るぎないものであります。調査を小中に収めれば、西への進撃の道も開き、重慶政府の息の根を止めたも同然です。陛下、一つ申し上げておきたいことが、農作の労働力の不足のため、領末は欠乏、国内では国民に渡る米は2匁目にも満たず、目下の国力では皇軍進軍を支える支援はできかねる状況にあります。満州の食料はどうなんだ。満州を征服したのはこのためではなかったのか。シナ事変以来、先行は輝かしくも大都市を占領したにとどまり、広大な農村では統治と呼べるものは確立されておりません。また中共からは間断なく抗日連合軍により破壊と干渉が続き、すでに満州にて獲得せり食料に資源はすべて皇軍侵攻に充てられております。調査を攻めきれれば重慶政府に大打撃となり、シナ事変も解決へと向かいましょう。そうなれば中国の米も資源も全て我が国のもの、軍へも現地調達で賄えましょう。陛下、その食料を現地で調達するという戦略をもって、当面は中国に一つの中央政権を立ち上げることを急ぎ、同時に地方の農村部を有効に統治する計画であります。陛下、政権確立の女性なら重慶政府も選択肢に入れられましょう。シナ征服は我が大日本帝国に下げられし神聖な使命である。目下の自国を鑑み、我々はここにシナ事変首里要項を制定、基準の促しを主に軍事行為は二の次、シナ事変の一刻も早い解決を望む。赵明兄，今天只有你我二人，这话出你口入我耳，你尽可畅所欲言。结公，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当年我也曾上北京行刺清廷的摄政王。可今天，你我都身负重任，不再是一介匹夫。我是熟愁良久，才来向你进言。请讲。结公，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中所提议和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应及时与日本谋和。我愿意担当这个责任。赵明兄，今天你我不是为了个人义气之争，我们是在商讨国事。开战之初，日寇扬言3月必亡中国，可现在已经相持3年之久。日寇虽然占领了我大片土地，但他们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我政府不与日寇言和，则日寇无法亡我中国。结公，纵观1年多来的抗战，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为了保存国家的元气，我愿承受骂名，做今日之秦桧。
我绝不允许政府中出一个卖国求荣的秦桧而遭天下之千古骂名，不能，绝不能。介公，我的意思是，我曾经说过，与其屈膝而生，不如抗战而亡。这是我的心里话。一旦屈膝求和，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你想成为溥仪第二，把他所谓天照大神的神物请回到中国来，当作列祖列宗在膜拜吗？介公，请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也是革命的元老，你应该更加知道，此次抗战是为了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应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生命。介公，请听我说一句，听我说一句，行吗？我之所以和日本议和，为的正是保存我们民族和国家。今天人人骂秦桧，可其实，当时秦桧为南宋赢得了20年的太平日子。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你怎么了？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赵明，你怎么了？这个蒋介石啊，像打足了气的皮球，蹦得3尺高啊！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暴跳如雷的样子。我敢说，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他那根手杖就会砸在我的脑袋上。所以说呀，我们还能跟他在一个屋檐下。他老蒋心狠手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赶紧走，等他对你痛下杀手就来不及了。我一个堂堂的党国副总裁，却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你也不必这么悲观，他老蒋不肯跟日本人谈和，正好把机会全让给了你。日本人右蒋不成，会全力扶持你的。以后谁是贼谁是王还说不定呢。可以后，我就要背上一个卖国的骂名了。我今天选择的这条路，将来究竟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呢？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优柔寡断？那北平的王一堂，南京的梁鸿志，更早的殷如耕，那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身后事就留待后人来评说吧。好，应该给周峰海打个电话吧。那老蒋跟你一翻脸，恐怕早就让戴笠监听了你的电话。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我们上了飞机，就会有人通知你的信徒的。老蒋不会在机场埋下暗桩了吧？我想不会。他老蒋做梦也没想到，你汪兆铭会半夜出走。汪公，汽车已经在楼下了。1938年12月18日，就在长沙保卫战开战前夕，汪精卫夫妇匆匆逃离重庆，从昆明取到河内，开始了他们的卖国生涯。
校长，汪精卫接到昆明，逃往河内，这是属下的失职。他汪兆铭还是当了亲徽。我中华民国政府出现如此叛逆，奇耻大辱。我全体国民党必须与他划清界限。林卫，委座。立即召集中外宣传机构，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是。这个汪逆，自绝于民族，自绝于党，可对其采取断然措施。是。对日军兵临城下之后，却一直没有趁着长沙内乱之际发动进攻。就像老毛分析的那样，他们是在调整战争策略。这一点，在近卫的对话声明中已经露出了端倪。他们是想对国民政府保持军事压力，同时展开诱降蒋介石的外交攻势，迫使蒋介石与之签订城下之盟。现在看来，他蒋某人算是经受住考验了。中堅政府がなし崩れたそうだ。志らくにとって大勢に影響力がないことは残念ではあります。これで後に続くものが出てくる。多くの中国人将校たちが投降し始めるだろう。蒋介石も自分の前途を考え態度を変えてくるはずだ。はい、お伺いします。閣下は蒋介石や第二の大勢に担うと、態度を変えなければ再び痛い目に遭わせるまでだ。奴の江北とのつながりを消し去れば要求を拒否することはできんはず。調査の敵が当面我々の目標だ。まさに飴とムチ。これぞ古代より伝わる王道。はい。司令官殿、国民政府の要人が逃亡したことを我々はうまく利用できるのでは。具体的に話せ。奴の思考に合わせ噂を流し抵抗意識を揺るがすのです。うん。你是神经过于紧张了吧？这里是越南河内，蒋介石的黑手再长也伸不到这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总感觉这里不是很安全。走，咱们马上换个酒店。好。委座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感到非常震怒。你进去以后要好好说啊，请。校长，河内行动的失败是学生的失职，学生请求校长处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学生知罪，学生知罪。
你应该知道，汪逆叛国已经给抗战大业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如果汪逆在日寇的扶持下，再成立伪中央政府，与我中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学生明白。你明白？你明白你还犯错？你是缺人缺枪，还是缺美金呢？学生无能，学生请求校长处分。处分？处分你就能除了汪逆吗？校长，我一定再做安排，释除汪逆。此事从长计议吧。除汪逆计划永远不变，此贼不灭，天下不宁。支那国民政府的2号人物已经投降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我们要借此事件编造出一个合乎想象力的谣言，让支那居民相信重庆政府已经准备投降。哎，各位记者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修的工事。看这边，好好干啊，兄弟们！哎，好嘞，咱们到那边休息休息。政府都已经准备投降了，我们还在这日晒雨淋的修什么工事？不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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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我刚从前线回来，由于汪精卫的叛逃，前方国军将士的战斗意志非常低落。是啊，现在民众中谣言四起，刚刚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情，也因为这件事儿被浇了盆冷水。要想办法遏制住这种低落情绪的蔓延，不然长沙保卫战难有胜算。虽说国民党中央已经做出了开除汪精卫的决定，但好像并没有消除民众对国民政府抗日决心的疑虑。军中虽有薛将军这样坚定的抗日将领，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战与不战、打与不打的决定权不是在战区，而是在中央。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啊，我还得上薛长官那儿进言。哎，主任，薛坚持他的反共立场，恐怕很难改变。国共两党刚刚结成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党中央要求以大局为重，我们有责任去向他真诚献言啊。行，这稿子我看了，你就这么发吧啊。哎，报告，进来。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求见。他又来了。不见。是。彭主任，您请回吧。长官不见。薛长官，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我彭中华对你也有成见。你对我的成见不就是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吗？好，你现在不要把我当成共产党，你就把我当成长沙普通的市民。我现在就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请你这个湖南省政府的主席，对当前纷纷传来的谣言，给我答疑解惑。难道也要被你拒之门外吗？哟，衣服都脱了，大冬天的，别着了凉。谢谢。你说你是湖南什么地方人？长沙以北的金井。那可以算是长沙人。我现在就答疑解惑，你问吧。薛长官，民众
对国民政府还抗不抗日表示疑惑。这个你放心，我会告诉民众我们坚强的抗战决心。可是民众认为国民政府要投降日本人，我想将军不会没有耳闻吧？我一向不听信谣言。我也一向不听信谣言。可是贵政府有个汪精卫啊，委座已经发表公开声明，与汪逆划清界限了。可民众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贵党这是在演大戏，蒙蔽民众。这不是你们共产党煽动的吧？长官多心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战。接着说。薛长官，我觉得你应该走出这间房子，到外面看看去，看看你的士兵们现在还有没有斗志了。这个不用你操心，只要我站在这儿，我的士兵就绝不会后退半步。薛长官，这话说得好，我希望你把这句话说给全国人民听，说给你的士兵们听。作为战功卓著的将军，您的表态作用对全国人民抗战，那是巨大的鼓舞啊！不用给我戴高帽。还有什么？薛将军，我从内心里边一直认为您是真正的军人，我也非常的尊敬你。所以，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希望您说。我希望你能联合你战区的所有将军们，发一个联名通电，对汪精卫叛国的行为公开谴责，以振士气。不行，委员长严戒，军人不得过问政治，这是政治，我不能掺和。这不是政治，长沙市民想看到你的态度，你的士兵们也想看到你的态度。不行，我是党国军人，我不能违逆委员长的训令。好吧。将军，没准儿蒋委员长也希望你这么做。告辞了。何副官，到。你还希望他找个理由来跟我进言吗？不希望。那还不把衣服给他送去？是。柏林啊，哎呀，你一到长沙就振奋了军心民意，好，我很是欣慰。你是想通过联络军中的高级将领，联名通电，谴责汪精卫誓死保卫国家的决心？很好。看来，你不仅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而且还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军人。冈村宁次差得甚远。你们的联名通电，将是对汪逆叛国行径的迎头痛击，我完全赞同。别抢啊！参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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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谋长！大家快来看报纸，快来看报纸！我一张，来看报纸啊！给我一张。给我一份。声讨汪逆，照明通电，日寇犯我中华，灭我种族。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我等铁血军人应奋而斗志，振耳戈矛，扑杀此辽，扼绝祸乱，抗战必胜，汪逆必亡。将军们这份联名通电啊，听了真让人感到心里痛快。现在我们心里就踏踏实实一个字：打，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弟兄们，有没有信心啊？有！打出中国！打出中国！薛长官，
你发起的这份将军联名通电真的是振奋人心呐！从赣北鄂南到湘北，800公里的战线上，战士们读了以后，人人振奋，个个争先，是与日寇决一死战呐！将有必死之心，是无偷生之念。所以，咱们这些带兵的，不能有丝毫怯敌表现。说句实在话，你打电话给陈诚、龙云这些长官，商量联名通电的时候，我真为你捏一把汗，怕委员长不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你们已经通好气儿了。还别说，共产党人鬼点子还真不少。是彭中华这家伙，鬼点子不少。既然薛长官这么说，那我就多说2句。彭中华以前跟你对过阵，当然是你手下败将啊。但是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共产党人有他们的强项，比方说发动群众、搞宣传，他们都很有一手。现在大战在即，连委员长都让我们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看那个彭中华，你就给他留点面子。你以为委座让咱们读毛泽东的文章，就跟延安没界限了？别忘了，咱们党制定的是容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大战在即，你我跟共产党不能走得太近，以免非议。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同胞们，就在离这里几百公里的新墙河北岸，日本鬼子的铁蹄正在焚烧着我们一座座的村庄。日本鬼子的骑兵挥舞着他们的马刀，以屠杀我们的国民而取乐。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恢复我们往日的宁静，还有平静的课堂和幸福的生活。有热血的青年们，拿起你们的刀枪，到战场上去，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赶出我们的家园。打败日寇！打败日寇！还我河山！还我河山！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黄立功，20岁。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张铁军，21。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黄建业，23。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王三牙，18岁。去吧，叫什么名字？起，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步走，向左转，齐步走。谢谢啊，是我的，是老乡谈捐现金5万块，谢谢谢谢。我的妈呀！打败日寇！谢谢啊。好。香木海捐现金5万块，手势往这边来。谢谢啊。浏阳河捐现金10万块，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吕小姐，周大姐，我也没有别的，就有这些，你们收下吧。你有这份心意，我们很感动。哦，我还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哎，谢谢您啊。
薛长官，前面只能步行了。好，走吧。这儿已经是一片泽国了，这将会有力地迟滞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敌人的重炮和坦克将寸步难行。是啊，这民众的力量和智慧不可小觑啊。当然，他们也需要有人组织才行啊。谁组织的？你看。 彭主任，彭主任，哎，薛长官，薛长官，现在从新墙河到汨罗江一线，方圆几十公里的乡亲们都行动起来了。 你看，他们往田里灌水，变路为田，战事一起，我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的。我们看见了，冯中华，你不是个靠卖嘴皮子吃饭的，你不但向我建议，还真干起来了。不是我干，是老乡们在干，只是可惜了。 乡亲们，这1年的心血都牺牲了。我们会用打胜仗来报答百姓的。是啊，乡亲们都盼着国军打胜仗，早点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叫什么名字？他大了，赵启柱，19。为什么？叫什么名字？我带我儿子来参军。叫什么名字？马维元，多大了？16。大姐，您儿子还没到参军的年龄，我们不能收他。长官，您是怕我儿子拖你们后腿吗？长官，您别看我儿子年纪小，一般壮汉近不了他身，不信你们就试一下。李班长，到，给他摆摆手腕。 是。再来。 战场上可不比掰手腕，你敢跟我玩点真的吗？怎么玩？这刀枪都不长眼，我不跟你比。你小子还挺狂，那我就要试试你有没有点真本事。那行，我让你3枪。 这位小哥得罪了，我儿子从小习练武术，对不起。大姐，哦，长官，对不起。您儿子有特殊技能，我们可以破例。来，登记吧。你小子不错，得罪了大哥。走，登记去吧。啊，好。来来，排队了，排队了。都站好了啊，站好了。
长官，我也要参军。你？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平日里常鼓励学生以身报国，岂能自己不以身作则呢？好，你去吧。是。向前看。走吧。您听我解释一下：第一呢，我们不招女兵；第二，您年龄已经超过了。你也听我说一句：第一，我答应我儿子一起参军的；第二，我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对不起，真的不可以，我们政策是有规定的，真的不可以啊，大姐。长官，考虑我的要求吧。您别说了，真的不可以啊。长官，你怎么回事？报告军长，这位女士执意要从军。你以前从事什么职业？中学教师。好啊，我军就缺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给他办理入伍手续。是。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大姐，登记吧。哦。这个掩体谁挖的？团长，这是我挖的。这一下雨这么多水，怎么也憋。薛长官那天怎么说的？要多挖一些土方，做好防水措施。这里啊，还要挂上水帘子。是，团长，我们一定改进。报告。连长，我把新兵给您带来了。好。连长。怎么？这没断奶的也来当兵了，把战场当花果山玩呢？报告团长，这位小兄弟是以特殊技能应征入伍的。特殊技能？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啊？报告长官，我叫马文元，我会祖传的马家拳术。马家拳术？是。来，走看看。是。小伙子，不错，留团部，给我当通讯员吧。不，团长，我不当通讯员，我当兵就是为了打鬼子。你见了小鬼子不会尿裤子吧？不会，长官，我妈说了，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尿裤子了。会不会尿裤子，上战场就知道了。给他发工具，干活吧。是。走，跟我去领工具。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昨天，德国以闪电式进攻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了。好啊！2年前我就预想过，中国的抗战必须坚持到欧战爆发。现在，这个预想终于实现了。从此开始，中国不再是孤立的战场，中国问题也将同世界问题一起解决。報告、宮殿です。呼べ。命令、第一岡村司令官は、時期を見て朝鮮の敵軍を攻撃せよ。この目的は、シナ軍に多大なる攻撃を与え、重慶政府の戦闘意識の喪失である。第106師団に南昌攻撃を命令する。はい。各位，敌军将攻取南昌，并且很快将会对长沙发起攻击。日寇武器先进，但是战术死板。我料定冈村宁次必定会采用他的老战术，正面强攻
两侧包抄、3路进攻的战术，所以，我守南昌的罗卓英部，在南昌给予敌人有效杀伤之后，应退到高安一线，利用山地层层设防，阻击赣北这一路敌人。杨森所部在通城一线设防，阻击鄂南的进攻之敌。关林征的15集团军和李玉堂的第8军就在湘北阻击正面的敌人。薛长官，我有一个疑问。你说，南昌是要地，为什么不在南昌与敌人决一死战？啊，南昌是要地，正因为是要地，所以不可守。南昌是在武汉和南京的中间，是卡在敌人喉咙上的一根刺。就目前中国战场而言，南北铁路不通，长江航运就成了日本人的生命线，所以他们必将倾全力来攻南昌。可是我们现在的兵力还无法与日寇全军相抗。看来南昌真的不可守。要想守住南昌，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武汉或者南京有一处在我们手里。上次我们守住了南昌，并且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就是因为武汉还在我们手里。可是这次不同了，我军要守南昌，敌军必将倾巢来攻，会给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我选择的主战场是在湘北。大家还有什么疑虑吗？没有，请薛长官下令。参谋长，是。命令：第19集团军罗卓英所部到。第74军之51师、57师、58师，第79军之76师、第98师、第118师，第6军之第49师、第93师和预备第2师，坚守赣北，阻击敌106师团。是。命令：第27集团军杨森所部20军之133师、134师，第70军之19师、107师，坚守鄂南。是。一会儿啊，我们10户为一组，大家拿好自己的东西，什么都不要给鬼子留下。出了城就往山里走，好吧？相互照顾着啊！走，走，来，我帮你拿着。走，跟好，跟好。走，大家跟上啊！有山脚底下。跟起来，跟起来！快，走！小黄。哎，小姐，什么事儿？小黄，你快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到门口的车上去。香兰，干什么去啊？爹，咱们得撤出城，进山里。我不走。爹，我就待在城里边。爹，我不走。国军要在长沙城内和小鬼子决战了，薛岳将军已经下令，所有老百姓一概撤出城去。我不走。爹，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走，走。哎呀，我不走。闺女啊，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就攒下了这一仓库的布。你说这布要是拉到山上，风吹日晒的，新布就成旧布了。所以呀，我要待在这儿看着布。这日本鬼子一来，杀光、抢光、烧光，到时候你还怎么能守得住你的布，看得住你的房子？闺女啊，我有办法。要是国军赢了，自不用说。万一要是日本人赢了，就预备了这个。爹，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是汉奸！我这不是为了你，为了家，为了活着吗？香兰，哎呀，你们怎么还不走啊？钟哥，你看我爹他不走，还背了这个东西。爹，你这是干嘛呀？我就不能自个儿过我自个儿的小日子？我背个放火的罪名就够抬不起头来了，再背一个汉奸的罪名，你说咱俩祖坟不让人给掘喽？我不走。小黄，
把门插上，我就不走。爹，哎，你这样留在这当汉奸，我也不活了，还不如就在这结了。香兰，你别管我。爹，香兰，你这是要逼死我呀！快放下，我走，你是我爹。哎呀！射击视线很好。这几挺机枪组成了交叉火力点。军座，我部沿新墙河一线，以草鞋岭为中间阵地，构筑了纵深3公里的防御工事。很好，这样就增加了我们整个防御体系的纵深呐。诸位，小鬼子一旦进攻，我军的防御就首当其冲了。长官司令部要求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死守3天3夜，压力不小啊。3天3夜，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358团。少武，有信心吗？不怕，大不了就把命留在战壕里。如果小鬼子真打到眼前了，我袁绍武肯定第一个冲上去，跟他们拼刺刀。諸軍、106師団の急電が先ほどあり、今朝我が軍は南昌に攻め入り、すでに敵は港湾防衛沿線まで引いたとか。早かったな。よし。こたび節学の部隊は17軍が送り込まれ、その数20万。我が軍は5師団10万の兵力にもかかわらず、良質な装備と高い兵士たちの素質でもって一人で5人の働きをした。我が一個大隊は敵の一個師団を相手に勝利しました。まで獅子がウサギを相手にするよう簡単でした。各部隊所定の位置に着いたか。計画通り全部隊が目的地へ到着しました。第106師団最大師隊は関北より攻撃、第33師団は岳南より進攻、第6師団奈良師隊は湘北を攻撃。7日以内に3軍とも調査に集結。大石、節学を葬ってやれ。はい。报告，薛长官，罗卓英副司令长官来电。念。南昌弃守，我部已按预定部署，在高安一线布防。知道了。南昌已失守，公孙宁次进攻长沙的时间不会超过3天。命令各部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吧。好的。海軍第13砲艦と協力し、道帝湖からの水路を得たまで進み、後退した中国軍を包囲するよう上村支隊に伝えろ。妙案、将軍殿、これこそが奇襲。鉄の刃のように敵軍の心臓をつけます。あ、将軍殿、いつ攻撃を？3日後、9月14日午前6時。はい。
让一下啊。张会长，您在看什么呢？别嚷嚷，别嚷嚷！现在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啊！我只听见我心跳的声音，我这心呐，都快蹦出来了。我估计啊，快打了。这大炮一响，那是地动山摇啊！打吧，胜也是打，败也是打，早晚得打。我ら天照大神の子孫に天は大東亜の新秩序建設の使命を賜うた。生きては天皇陛下の忠実な武士として死しては大神に仕えよ。命令。今天守备团严加戒备，谨防日寇从水路偷袭。是。现在几点了？上午10点11分。怎么那么黑啊？气象兵报道，今天日食。日食？对。日食之后，往往有大雨。有科学依据吗？我们家老爷子告诉我的。諸君、開戦前の日食は不吉であります。進行計画は以下いたしましょう。
夢は引いてやる。あとは放つだけだ。天候を理由に軍令を変更することはできんだろう。攻撃を開始せよ。はい。帝国の勇姿を行け！薛长官，前方来电，恢复失守，高安被围，照这么打下去，不用1个星期，柏林防线将全线崩溃。阵地不该丢失的这么快。命令各部严守阵地，也各自预备队增援危急区域，不得期待总预备队失去的阵地自行夺回。另，各军组织预备队到前沿阵地督战，有临阵脱逃、贪生怕死者，格杀勿论。是。命令各前沿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薛长官，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太危险了，请你再做考虑。考虑什么？现在敌我双方比的就是战斗意志。諸軍、3軍とも破竹の勢いで敵軍は撤退しております。攻撃は甘いぞ。さらに急げ。曹县令3天3夜，丢了阵地，你低头来见，请师座放心，只要我袁绍武还活着，358团不会向曹县令后退一步。
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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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喊了，在这儿呢！团长，你没死，你还活着！你在这哭什么啊？哭什么哭？他们都被炸弹炸死了！战场上死几个人，你嚎什么？你快下山，去找抗战后援队，让他们把弹药送到草线岭上来！快去！我不去，我出去会被炸死啊！谁把你这个没断胆的送上前线来啊？我不去，我不去！没他妈吹牛学过武功，我看你学过苦功啊！快去，快去！哎，等等，你有裤子没？没有。好，既然你学过武功，那就当心点，别让炸弹炸到，明白吗？是。快去！快去！前来督战！你们干什么？长官有令，没有命令不许退。不怕死，你上去试试！站住！后退！后退！长官司令部有令，临阵脱党者格杀勿论。后退！等等！弟兄们，冲上去是个死，跪下来也活不成。与其死在自己人手里，不如和小鬼子拼了，死了也值得。现在，本团长带头，是爷们儿的，跟我上！弟兄们，冲啊！弟兄们，咱们还督什么战？咱也参战，上山偷人小鬼子去！上！冲！
咱们说完这趟就可以回去了吧？你想留下来打鬼子，更好。我可不留下来。你想就一张贫嘴了得，其实啊就是个怂包蛋。你让我回家，你骂我混蛋都行。快走，走！往哪边送啊？那边，那边，快！哎，那小大兵呢？进里边去了。啊！团长！团长！团长！进团部。是。团长！团长，我们的弹药快用完了，赶紧送弹药上来！我不是团长，团长不见了。你是谁？我是团部的通讯兵。我不管你是谁，赶紧送弹药上来！哎，喂，我不是团长。哎呀！兄弟，你听我跟你说啊，那边的弹药我们放在那儿了，我们要回去了啊！哎，大哥，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哎，上面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放这儿就行啊！哎，大哥，我求求你了，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我求求你了。兄弟，我们是拖家带口的，我给你磕个头。我替我父母再给你磕个头。啥意思，兄弟？啊？不能走！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小屁孩！你凭什么命令我们？你们知道战地上死了多少人吗？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不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他们就全完了。你们还是中国人吗？你们能不管不顾吗？去吧！去冲吧！干嘛？别动！兄弟，扛弹药枪跑一道，连口水都没喝，吃个槟榔，提提神。还拿枪对着我？上！上！来，给我！走，带路啊！快点，这边！
干什么，小兄弟？我去炸坦克。嘿，你有那本事吗？那么多人都炸不了，你就能炸喽？你年纪轻轻的，你别想不开呀！哎，你不要命了？ 小鬼子撤了！哎，小鬼子撤了！快来看！報告！敵は地の利を生かして抵抗激しく、我が部隊を押されております。聖戦ガスを許可を。ならん。聖戦ガスは重要な切り札である。銃剣でもって敵軍を圧倒するんだ。反撃を阻止せよ。はっ。 師団に電報、敵陣地の空爆要請を。はい。兄弟，这人都死光了，弹药送上来，还有什么用啊？那我们先回去了。保重，兄弟。走吧，走吧。哎。
儿还一伙子，你快来看看，快看看。团长啊！团长，团长，你没事吧？团长，团长，小鬼头，你没尿裤子吧？团长，我没尿裤子，我刚才还炸了一辆鬼子的坦克呢。啊，他胆儿可大了。一个战士，只要打出第一枪，就不会再害怕了。是，团长，我现在不害怕，不害怕了。团长，我们是来给你送弹药的，送完了我们就回去了。啊，你们留下，我命令你们和我们一起坚守这个阵地。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和你们不一样。都是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什么你们我们？这里是前线，我不是和你商量，是给你下命令，你们必须执行，否则我有权按战场投兵，枪毙了你。团长，团长，团长，团长！飞机走了，进入阵地。起来吧，飞机走了。追着我炸！我刚才那么喊你，你没听见啊？你还乱跑，你知道多危险吗？谢谢兄弟，救我一命。有时间我一定报答你。